嗨，欢迎来到 Grace 的晚安陪伴。今天呢会是一期不太一样的视频。你们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我今天呢有用2只新的麦克风。它们呢其实是 Rode NT1 的 Condenser Mic 电容式麦克风。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跟你们随意的聊聊天，然后或者是用一些物件做一些简单的敲击，然后来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拍这个助眠视频的效果。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对我的英文的听众们先说一句，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一期视频本来是打算要用英文来拍的，但是因为我的英语拍视频直接这样简单的聊天呢，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的通畅。我拍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但是效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所以最后呢，我就决定，那我还是用我的中文母语来拍这一期视频。但是我也会在这期视频后面呢给它加上字幕，所以希望呢也可以能让你们享受到这一期的视频但在这里真的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了。然后就是想要对我一直支持关心我的听众粉丝们说一声感谢，因为这个麦克风呢其实是我通过从 Ko-Fi 上面集来的钱买的一款麦克风。这个呢也是我在 Ko-Fi 上面 set 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上面可以设置说你想要用集来的钱买什么样的东西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第一个设置的呢就是这个麦克风所以我非常的开心，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已经达到了，也非常的感激你们呢对我 channel 的支持以及贡献，所以在这里想跟你们说非常的感谢你们。我 channel 之前一直在用的是 Blue Yeti 的那款麦克风那么它是一款 USB 麦克风，我直接就是插在电脑上就可以开始录制了，然后它是有这个立体声的一个模式，就一般都是用那个立体声来录制这种助眠视频。当然它也是一款非常常用的ASMR 拍摄的麦克风。那么这一款麦克风呢就相对来讲我感觉上应该是更加专业了，因为它是2个麦克风，所以是真的双声道的这种录制。它是一款XLR 麦克风，它其实并不能直接被插到电脑上，我就又买了一个录音界面用来就是把这个麦克风要先连到这个录音界面，然后再把这个录音界面连到这个电脑上，实现一个这样的信号转化所谓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电脑上去录制这个声音了当然这个录音界面上还有各种就是七七八八的一些设置，然后就花了挺多时间就是去学习，然后搞懂他们都是些什么，然后还有买了2个这个麦克风的支架，一边一个。上周末的时候，就是我以为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我就打算开始拍这个视频。然后直到最后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就是我的这个耳返
用来监听，就是实时监听我说话的这个耳机呢，就它的这个耳机接口是不能直接插到这个录音界面上面的，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个插头，然后这个录音界面上那个是比较大的，它是需要一个就是转换的那样一个东西来，就是让它能连接的。所以就到上周最后一刻，我突然发现那其实拍不了这个视频，就非常遗憾。然后我就不得不又去Amazon 去买了这个接头，然后所以直到这周呢，就是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也可以拍了。然后就是以防万一，我也提前有在试着拍，就是录制这个声音，然后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给大家拍摄这视频。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想给大家拍的比较随意一点，主要就是为了测一下这个麦克风，就是它对各种声音就是出来的效果，以及我的这些设置是不是 OK 的，然后为以后的视频做一下准备。但是当然也想把这个视频拍的有意思一点，所以呢，就是想说，因为刚刚过完年没多久，还算是在年初，在新年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呢，其实有收到不少朋友家人给的礼物，所以今天就想说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礼物，然后顺便用它们做一些敲击的声音呀、摩擦的声音呀，做一些这种助眠的效果出来。OK， 那我觉得我说了也很多，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想第一个给你们看的礼物呢，也是我今年收到的一个非常喜欢的礼物，是这个 Tactic 的熏香。当然这个礼物其实它不只是一个熏香，我一会儿会展示给你们看。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的盒子，也是非常的精致。然后就是这个盒子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星星，然后还有这个画的这些图案，这些线。然后白色的这个星星以及这些线呢，它其实是荧光的，这个也是我就是非常意外的发现的，因为我就是把它放在了客厅，然后有一天晚上下来，因为屋里都是黑的，然后就发现它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发出荧光色的，就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惊喜。然后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本身呢，其实我就已经把它都拆的差不多了，我都把它们拿出来了。然后但它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2款这个熏香的在里面，然后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会展示给你们看。好，这个就是这个盒子里面其中的一个这个熏香。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它的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它并没有写这个是什么味道的，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但是就是非常的好闻。那么另外我那
些拆出来的部分呢，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我把它已经拆出来在用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这个熏香，它跟第一个熏香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但是也是非常的好闻，非常的香。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不光它的那个包装有把我惊喜到，它的那个荧光，这个东西也非常的惊喜，就是它其实是像小风扇一样的，这样可以拆下来的。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些片片呢，其实是一个一个要单独的安上去的。然后这个整个它也是一个可以拆卸的，就是跟这个蜡烛的这个杯正好就非常的配套，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拆下来，然后换到任何一个他们家的就是同款大小的这个蜡烛上。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但我可以给你展现给你们看，就是呢，你看我先把这个蜡烛点上哈。就是点上以后呢，然后我把这个盖子给它放上去。然后要稍微等上一小会儿，但是就是它会随着这个蜡烛的燃烧，然后这个就是空气就是变热，然后就让它形成一个气流，然后这个上面像小风扇这样的东西呢，它就一直会转，所以就非常神奇。但是它转的本身呢，我觉得它应该又起到一个就是把这个熏香的味道给它散发出去，散发到就是整个屋子里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年收到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新颖、非常有趣，然后又很有情调的一个礼物。然后另外一个很可爱的礼物呢，就是这个雪花，一对雪花一样的挂饰。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应该是挂在这个圣诞树上的，非常好看。然后它是这种像是瓷一样的材质，非常的有质感。来听一下的声音。感觉听起来跟刚才那个蜡烛有一点点像哦。这样的正台的声音就更清脆一些。然后另外的这一个呢，就是看起来跟刚才那个稍微不太一样，
是一个不一样的雪花的形状，但是也非常的好看。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声音？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比较有创意的礼物就是这个，想拿出来给你们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就能不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是一套用来调酒的器具，然后这个礼物就我管他要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倒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学习调酒，但是这个其实是想要买来就以后可以用它来做视频。就我有一个助眠视频的想法吧，就是跟调酒有关，所以就想说那可以送我这样一套这个调酒的器具，我以后会用得上。这里面也是有很多件小的工具，让我一件一件拿来给你们看。那这个是它们中间最大的一个工具。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工具的名字叫什么，尤其不知道它们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因为这个工具也是在美国这边的亚马逊Amazon 下单买的，所以我只有他们的这些就是英文的一些标识和说明。刚才就是有把这个当时我找到的这个说明就是在手机上找到，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叫shaker， 就是用来晃，我猜是用来晃就是酒就是混合用的一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个。然后这个是里面的另外一个小工具，它长得也是比较有趣，感觉形状怪怪的。然后它的英文的名字叫 Ice Filter， 那就是用来就是过滤这个冰的，虽然我不太知道这个怎么用。对。然后整个这一套就是应该是不锈钢的工具。然后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它的英文名字叫 Muddler， 我猜它就是用来做一些什么搅拌的东西吧，就我还没有真正在学调酒或者什么的，所以真的不太懂。感觉就看着像是一个小棒槌一样的这样的东西。然后这边是这样的。
然后这一套里面还有2根这种铝制的吸管 straw， 然后它其实还带了一个这个小刷子，这样的小刷子在里面，就应该是用来就是刷这个清洁这个吸管的。洗个这些。我感觉我还没有用呢，就把这个刷子给搞脏了。这样好像并不好听，因为有一些金属的声音在这个话筒上。好像是在这个吸管。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长的勺子，而且非常好看。这个勺把这儿非常的漂亮。我猜它就是，当然有勺子的这个功能，当然还是可以用来搅拌，所以它做的非常的长。感觉这些工具就发出来肯定都是一些金属的声音，有一点类似，希望不会太刺耳。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夹子，应该是用来就是加冰啊之类这些东西。然后有一个这个像漏斗形状的一个小工具，然后它这边你看它其实还有刻度，所以我猜它是用来就是量酒的，可能要量一些烈酒啊之类的，放多少。然后有这个，这看起来就像是2根那种，
就是木棍儿的那种签子，但是是金属的。我猜这是用来就是一般调那种鸡尾酒，就扎一颗樱桃啊什么之类的，放到那个酒杯上面的一个类似一个东西。然后这一套里面还有3个，这一个就是用来倒酒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们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帽可以打开，然后给它合上，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最后这一个就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用来开酒瓶子的一个工具，酒起子。然后它是可以打开，然后可以开那个啤酒，然后也可以就是用来打开红酒那样罐子的这样一个工具。这样这里它还有一个这个小刀，对，这里还有一个小刀，就这个好像比一般的这种酒起子功能要多一点。不知道这小刀是用来干嘛，可能就是有时候打不开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需要用这个刀来拔一下。然后这套鸡尾酒的工具呢，它还带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像酒单一样的东西，然后它里面是有就是各种不同酒的调制方法，它有写在这里，然后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画的这个酒的图案非常好看。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有它的一些它的调制的方法呀，然后以及它需要的一些配料都写在这里，非常清楚。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鸡尾酒，比如说这个就是玛格丽塔啦，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皮纳科拉达，就是一些比较经典款的鸡尾酒。然后到时候就打算照着它的这个就是小配料表，然后去试着调制这些酒。然后今年圣诞收到的最大支的一个礼物应该就是这把琴了，尤克里里。然后就很高兴能收到这样一个礼物，因为从小到大我其实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所以就脑海里一直觉得会弹琴或者是会打鼓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但是一直也没有就是抽出时间，或者是下定决心要去学一个乐器。尤克里里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入门的一个乐器吧，所以
就也是这样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学习一门乐器，所以还是挺开心收到这个礼物的。然后这把琴也是做的非常的精致，木头的颜色啊，然后质感也都非常的好看，然后拿在手里也非常的轻便，就是比一把真正的吉他呀就要轻很多，也要小巧很多，所以我觉得就很适合入门就希望自己今年可以花时间然后学习这个吧。就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动过这把琴，但是就希望自己可以花些时间给这些艺术啊，就是更多的这种学这种新的技能吧。那么刚刚这些呢，应该是所有的我想给你们看的我今年有收到的一些礼物。那下面呢是一些就是我送给别人的礼物，当然了就是可能是家人，然后比较亲近的人，所以就我现在其实还是可以拿到手的，所以送给他们其实也是送给我自己，但是就给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剩下这些礼物。下面想给你们看的呢是这个礼物，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游戏，然后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送给我男朋友的一个礼物。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Backgammon。那为什么要送这个礼物给他呢？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因为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露营嘛，然后我当时就是看见在 Amazon 上，这个游戏是被评为就是最适合2个人露营的时候玩的游戏，所以我当时就想说，这个东西好像还很适合我们，而且感觉很有意义，就可以把我们2个的这个旅行呢变得更有趣。然后它的包装本身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小巧非常轻便的一个包装，然后打开以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棋盘一样的东西。对，这些花纹其实都是它的一个像它的一个 board 一样的这样一个棋盘的东西。然后它的这个里面呢，它是有这个一个骰子，然后有很多就是像这样的筹码，就有2种不同的颜色，然后红色，这个是蓝色，代表就是不同的双方，然后双方是拿不同的颜色的棋子或筹码呀，就是在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棋盘上玩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张纸，就是上面有写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所有游戏的规则全都写在上面了。然后骰子的话，它其实不只有一个，刚刚我只是给你们看了一个，然后它是有一个深颜色的骰子，然后还有4枚这种浅色的骰子，所以一共有5枚骰子。这个也是就是买来以后，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的去探索，然后真正去用的一个小物件。所以就是今年其实真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尝试，虽然买了这些东西在家里，但都还没有开始尝试。
这个是那个棋子。那么下面想给你们看的一件礼物呢，是这本书，Matthew Perry 的新书《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喜欢 Friends 的朋友们呢，可能就知道 Matthew Perry 是里面饰演 Chandler 的男主演。然后他这里所说的这个 big terrible thing 呢，可能有的朋友也有所耳闻，就是说 Matthew Perry 这个人他的一生其实被很多的这种瘾而缠绕，比如说像酒瘾毒瘾这一类的那么他呢就是有把自己非常心酸的这个生活经历，然后有写在这本书里。这个是我送给我男朋友的一个礼物呢，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看 Friends， 当然呢他要比我更喜欢Friends 多一点，因为他看过真的是不止一遍，看过很多遍就像很多 Friends 的真爱粉一样，所以送给他这本书呢，也就是非常自然的。Matthew Perry 也是我们两个就在里面比较喜欢的男主演，当然每一个角色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就是 Chandler 就真的非常搞笑，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他。他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看到这儿了，看了一半，用这个做了一个书签。那么这就是今天想给你们看的所有的礼物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平时比较常见的助眠的声音出来，比如说像敲击还有一直在跟你们用轻语聊天。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麦克风做出来的声音的效果。我这样听着呢，用耳返就感觉还是蛮敏感的，还挺好的一个声音但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建议呢，请你在下面评论或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也请点赞、关注和评论，谢谢你们大家喽，我们下次再见。